欢迎来到新闻频道，明星们很高兴您订阅了该频道。肖战强势出击，央八黄金档腾讯3部优质剧来袭，戏骨云集哪部最令人期待？2026年真的是被肖战包圆了，医疗、谍战、无限流3条赛道同时开火。央八黄金档，爱奇艺、优酷、腾讯4个平台全线铺开。你很难不产生一个直观感受，这是在用整年档期给他做演员答卷。而且3部戏题材完全错位，现实主义医疗下沉到东北小城，谍报上部封顶回到1948，南京权谋博弈10日中烟直接杀进中视无限流的高概念赛道，还拉了流浪地球、视效团队和2亿投资，这种组合放在任何一个男演员身上都是职业生涯关键年份的配置。先说小城良方，这部的播出方式就已经很耐人寻味，爱奇艺加央视8套黄金档联动，说明平台看的是现实主义口碑盘，央视看的是主旋律气质和下沉人群共情点。故事把肖战放在一个高度反差的轨道上，他演的刘锃亮，起点是北京3甲医院的天才神经外科飞刀手，属于典型的高精尖都市精英，前途一片光明，却因为一场意外医疗事故直接被打入冷宫，手抖症等于宣布手术生涯终结，事业一夜崩塌。然后他被迫回到东北小城，在破旧的乡镇卫生院，从顶级手术台调到最接地气的基层诊室，这个落差本身就天然带戏。更关键的是配角阵容，一看就知道这剧往群像现实主义走。你大红眼通透老院长龙东东、张国强、陈瑾这些都属于一站出来就有生活质感的演员。姜妍演殡葬店女老板艾辰，光人物设定就有味道，医生和殡葬行业的交错，生死一线，冷暖参半，很适合做人物群像和伦理议题。刘锃亮在这个小城里带着一群看似不靠谱的同事，用土办法解决基层医疗难题，在烟火气里治愈自己也温暖他人，这种路数明显是走人世间那一挂的温情现实风。但跟肖战以往的古偶传奇角色不同，这次他是高度去滤镜化，要真刀真枪的跟一群老戏骨对戏，在东北小城这种极具生活感的空间里，把从傲气天才跌落到重新学会抬头看人的全过程演扎实，这对他是一次非常直白的演技考题。然后视线切到谍报上部封顶，气质完全换了一个频道。优酷加央视8套，背后挂着正午阳光出品，侯洪亮制片，张开宙指导，这几个字基本等于提前打了一个品质背书。时间拉回1948年南京，肖战饰演的任少白是一个典型的双面人生设定，表面是流连权贵圈层的金陵阔少，实际是潜伏在国民党国防部内部的地下党员，长期卧底，随时可能暴露。故事的张力点在于蛰伏多年后战友暴露，他不得不冒险重启任务。这意味着整部剧不是从他入局讲起，而是从最危险的阶段开始，直接把观众丢到刀尖上。这部谍战戏有2个很鲜明的升级点。第一，它不是单纯靠枪战、跟踪、暗号这套老路，而是强调金融博弈、算盘破译密电等高智商操作。任少白是在用金融体系和密码学去影响战局，属于脑力向谍战，不是体力向。第二，周雨彤演的蓝又英是数学天才，而且和任少白是亦敌亦友的关系，这种搭配天然适合写互相试探、互相利用，又不得不合作破局的复杂情感和权谋关系。2人联手在国防部内部一路周旋、晋升、传递情报，用一连串高能智斗去影响战争走向。这类故事如果节奏稳、智商在线，很容易占领男性向加主流观众的双重市场，也会对肖战的成熟男性角色形象形成一次比较彻底的重塑。
再把节奏拔到10日中烟，就完全是第三个世界了。腾讯视频全网独播，把档期设置在2026年底或2027年初，很明显是当成平台压轴及大项目来排的。改编自番茄小说9.9分的神作，本身就自带一个庞大的书粉盘。再叠加投资超2亿，流浪地球视效团队打造中视无限流开山之作这些关键词，你会发现这部剧压根不是传统意义上的肖战粉向作品，而是试图借它做一个类型突破的牌。故事设定里，肖战演的旗下是心理学硕士，自称职业骗子，这2层身份叠加，意味着他既懂人心，又擅长伪装。非常适合被丢进一个规则残酷、信息高度不对称的中焉之的。这里每10天一个轮回，每一轮都是赌上性命的闯关游戏。有12生肖主持人控制规则，失忆是常态，死亡不是终点。旗下是唯一能保留轮回记忆的人，这个设定相当关键。他背负了70年的轮回秘密，要在一次次生死不易里，带着魏大勋、胡先煦等伙伴一起破解规则怪谈，对抗幕后主宰，之为回到现实世界拯救家人。这种一边是高能悬疑，一边是情感驱动的设定，对节奏、剪辑、视效、叙事结构要求都极高，也需要主演能撑住长线人物弧光，在不断死去和重启的过程里，把心理变化演细腻，不然观众会疲劳。如果把3部戏横向放在一起看，最有意思的是题材和平台的错位感。小城良方负责现实主义和央视受众谍报上不封顶，站住主旋律加品质剧口碑盘。10日中烟直接冲类型创新和年轻用户的审美上限。它没有在任何一个赛道里重复自己，不是3部古偶，也不是3部都市甜宠，而是从东北小城的基层医生，到南京权贵圈层里的双面特工，再到诡异空间里的心理学骗子，这3个人物的职业、时代、外在状态和内在矛盾全都不一样。这对一个常年被绑定流量古偶男主标签的演员来说，其实是一次很强烈的主动求变。那问题来了，哪一部最好看，最值得期待？如果从大众口碑稳妥度来看，小城良方会是很多人心里的安全牌。央视8套黄金档加爱奇艺本身已经预示了这不是一部只靠粉丝撑起热度的剧。医生题材天然有现实关照度，基层医疗、东北小城、殡葬店，这些元素都非常生活化、接地气，配上倪大红、张国强、陈瑾这批戏骨，哪怕你不是肖战粉，也会抱着看一眼表演的心态点进去。如果剧本扎实，人物关系和医疗议题写得有厚度，很容易在播出后形成路人口碑，那种你不看粉丝会催你看的状态。从转型升级的维度看，谍报上不封顶的重要性可能更大。谍战戏一直是国产剧里非常看重男性角色深度和演员质感的类型。正午阳光这块牌子也向来对表演要求比较高。任少白身处1948年南京，既要演出表面纨绔阔少的游刃有余，又要演出地下党员在高压环境下的坚定、隐忍和算计，一不留神就会显得用力过猛或不够可信。如果肖战在这部戏里能撑住国防部内部的权谋戏和蓝又因的高智商对手戏，那他在真正的成年男性角色这一块的认可度会有一个比较明显的跃升，对他后续接更多现实题材和主旋律项目都是加分。至于讨论度和爽感，10日中烟大概率会是社交媒体上最热的那个。无限流加死亡轮回加规则怪谈加2亿投资加流浪地球视效团队，这一串标签本身就很容易引爆二创、解密和剪辑圈。
旗下身上职业骗子加心理学硕士加唯一记忆保留者加70年轮回秘密加拯救家人这几层设定叠加，只要剧情不崩，几乎每一轮关卡都能制造话题点。谁会倒下？规则怎么变？幕后主宰是谁？70年真相是什么？这种剧在播放期会天然站住热搜和讨论度，也能帮肖战打开一部分在科幻悬疑受众中的认知。所以如果非要做个排序，想看演技兑现和现实生活质感的，可能会把小城良方排在第一位。对肖战职业转型和正剧路更关心的，会压谍报上不封顶，而追求刺激、反转、视效和烧脑爽感的，十有八九会等10日中烟上线就通宵刷完。3部戏的侧重点完全不同，很难用一个维度去评判谁是绝对最好看。更有意思的是，这3部剧放在2026这一年集中释放，相当于让市场、观众和行业在同一个时间段里对肖战这个演员做了一次全方位的压力测试。你能不能扛住央视黄金档的主流审美？能不能撑住正午阳光的谍战质感？能不能跟2亿投资和顶级视效团队一起把中视无限流这个新赛道跑起来？答案要等剧播出来，收视率、播放量、口碑评分这些数据给出。但从配置上看，他这次确实是杀疯了。那最后就落回到一开始的问题，你最期待哪一部？如果你是从《陈情令》一路看过来的老粉，大概率3部都会看，只是关注点不同。如果你是路人观众，很可能会先被央视黄金档或谍战标签勾进去，再被无限流安利到。而对平台和资本来说，他们要看的也很简单。这3条完全不同的赛道，肖战能不能全部站稳？市场会用数字说话，接下来就看播出那一刻了。